农历3026年，九国联盟血洗华夏，召唤第4大邪神，龙国第1战神龙阳，迎接倭国人主那招传。连个像样的神都找不到，你们亡国灭民，咎由自取。本天救命啊！小小之辈，也敢染指神州，灭我龙国！先问问我身后万千龙魂搭不搭？龙国，我们来守护。我叫楚风，穿越到诸国以神将大战定心川的平行世界，被选为国战预备成员介入战争。然而，龙国无名国战3年，名将老师，滇宇16州几人惊世一地神，世人皆以为龙国无敌。可笑！我早已追上了神战之谱，当别人只能赌命召唤时，我能指定召唤 SSS 神将。双方针对人员体制位，龙国对阵倭国，国战千万要保佑我龙国存续，让账号招到认识的神将。地图随机中。规则：双方各抽取3张神将卡，送入神将阵，召唤2作战，败者丧失过名值。天意如此，你们龙国注定要给我们倭国跪下当狗！竟然是以一己之力连斩5名白象国神将的 S 级鬼灭剑圣宫本武藏。龙国历史这号能认出 S 级神将，利害合一，天下安宁。以功于国，为公营为国功。圣王请跪。S 级是 S 级传说神将，账号不愧是龙国嗜血界第1天才，他是英雄。秦桧，龙国此战必败。楚风，你胡说什么？这可是我们唯一的 S 级神将，龙国曾经的守护神，他一定能挡住宫本武藏。一个陷害中人，遗臭万年，拜敌将为父的奸相，岂配得上守护神的称号？宫本阁下神威，龟田大人雄烈，贵早有归顺之心。我龙国早已腐朽不堪，根本不配拥有这条沃土。今日我斩断龙国国旗，我愿奉龙国万里江山，献与9国联盟为信。龙国亿万国民皆为诸位勇士奴仆，世代供9国驱使，永不反叛。秦桧王八蛋，我要灭了你！龙国神将士兵秦桧叛国，龙国国运值下跌97%，倭国国运值上涨10%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秦大人不愧是大国东邻。龙国竟然连秦桧这种卖国贼都当宝，没有神将，连士兵都跟着主帅叛逃，龙国活该亡国。完了，龙国完了，我们完了！人地皆是，全境沦陷，龙国人的家没了。龙国的血还未流干，你竟敢以先烈的名义去跪倭寇！秦桧，你个卖国求荣的，你祖宗！为国过，身亡！我呸！你就是遗臭万年的傻！知进退方为智者，龙国贫弱，气势已尽，遵民主而事方为正。注意，1分钟之内，龙国方再无神将出现，将直接判国。我是龙国的罪人。哟西，龙国人就该认清现实，不要成为大倭帝国的奴隶。楚风，我们没救了。区区淡武神，村战所诞生的英灵，也敢跟你谈清楚了？你配，倭国不配。楚风，国运战败则国亡，念错神将之名，你会死的。
区区替补队员也能上场？龙国连个像样的战士都没有了吗？迄今为止，龙国召唤最强的 S 级神将已经向倭国投诚。国战不是靠哪边参赛的人多就能赢的，谁说我龙国只有一个 S 级神将了？检测到神将卡 S 级神将飞将军李广，是否指定神将卡？但隔壁龙国有一将，远比飞将军李广更合适。其山河破碎，多反称帝，晚辈主公，只为天将军。不是 S 级神将，不对，这气势是超越宫本武藏的 SS 级神将。8个，龙国怎么会有2S 级神将？楚风，你是龙国的英雄。哼！我龙国煌煌5000年，底蕴之深厚，岂是这群目光短浅的侵略者能理解的？谁是神将卡上的神将又如何？我大文帝国足以横扫一切。一个2S 级神将改变不了龙国人给我们当奴隶的结局。谁跟你们说我龙国的神威天将军只是2S 级了？17岁随父征战，单骑破阵，威震西凉；20岁独镇边关，江湖臣服，扬州无双；25岁统观血恨，枪指曹操，枭雄胆力。他就是凉州木台乡侯，骠骑将军，西凉战神，神威天将军及马超。Oh my god！ 他不只是 SS 级，完善史诗攻击后，他擢升成 SSS 级神话神将，少年成名的3S 级神将，全球罕见。这就是曾经闻名古国的底蕴吗？恭喜神威天将军，驱除恶化，重振华夏，一人未断，还有希望。以此血为契，凡染指华夏疆土者，虽隔千世，一灭三族，虽远必诛。林首长，龙国此战必定灭国。你要是现在臣服，在下可以让你体面的成为我国的3等公民，为以后管理龙国奴隶献上你的一份力量。痴心妄想，龙国人只会站着死，绝不会跪着生。今日就算亡国，也要咬下你们几块肉。就凭你们没有任何赢的机会。泱泱龙国5000年，若不是文化断层，怎会沦落到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叛国之将？林首长，你们龙国还是有识时务的，不像你只能在这无能狂怒。尊严只存于剑锋之上，实力弱小，只有被瓜分灭国的命运。不了，龙国所有沿海港口，我熊国要了。西吧！我泡菜国自古就是龙国的宗主国，他们的土地、文化、历史都传承自泡菜国先祖，他们所有东西都应该由我们全部接收。北边归我，南边是我们的。人口、奴隶也是资源，这些任务要齐成。悠悠苍天，何伯于我龙国？八嘎！龙国怎么可能会有 SSS 级神将？战魂不灭，威震天下。奇迹降临，天佑龙国。告诉楚风，国家请求他救救14亿同胞，拯救龙国。SSS 级神将崛起，与史实完美结合，而且是整个文明的精神图腾。14亿同胞，诉说神将真名的凤毛麟角，而能诵读真名，不全史事，唯有楚风一人。楚风，古籍尽毁，史册残缺，你是如何得知神为天将军的丰功伟绩？历史本应如此，本该如此。守护龙国的英魂不该被遗忘。龙国先烈一直都在，从未离开。有这群先辈在，也不会灭国。会武会王，一群乌合之众，因为侥幸却选了一个3S级神将，就能与我倭国抗衡了。SSS 级神将又如何？我们有4位 S 级神将，10万大军，不然你们等死吧！楚风，神威将军就算神勇无双，可只有这800人。800？别说800，就算孤身一人，神威将军照样能杀死麒麟之多。神威将军以800西凉铁骑，目10万军阵，这就
国玺。遵帅令。楚风，并注意，骑兵和步兵更应该利用机动性打迂回。贸然攻入军阵，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沈巍将军，听老夫一言，龙国贫弱，气数已尽，不如暂且归顺，另寻护国良机。叛逆之将，当诛！西凉铁军，在！随本侯出窝斩将，杀敌！800出10万，这就是送死！什么 SSS 级神将？我看就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。报告，长枪兵拦住他们！Oh my god！ 他竟然一枪凿穿了军阵！ SSS 级神将，全球罕见，每一位都是镇国柱石。快放箭，给本相把这群疯子生成筛子！领域，黄沙断月。马超，黄沙断月。纳尼？他竟然改变了战场环境！上帝啊，这简直就是神迹！护驾，护驾，来人救我！怎么？今夜龙彩，出出。倭国国运值下跌10%，龙国国运值上升5000%。死了！秦桧这被斩了！天可怜见，3年，龙国国运值终于上升了。秦桧将军死威，龙国有昌！果然，龙国的神将都不肯大用，秦桧这个废物，连800人都挡不住。侥幸赢了一场，杀的还是叛国神将。我国可是还有10万大军。八嘎！一群废物！回天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不惜一切代价解决掉马超！我要让龙国全境沦陷，有恃为奴！下狂龙国人，呈现当年盛况！楚风，完了！10万大军合围，沈巍将军虽强，可也寡不敌众啊！龙国神将如云，谁说我龙国只有1名 SSS 级神将了？楚风，你别开玩笑了！觉醒神威将军已经是我龙国之幸，怎么可能还能觉醒第2位？楚风，你已经尽力了，就算龙国真败，也没有人会怪你。败？我不会败，龙国更会败。我龙国有1人，可关心借风换羽，信1万军。哎呀，楚风，你是不是瞎傻了？手里拿着破卡就想冒充 SSS 级神将，挑战我国10万大军？没错 ，SSS 级神将举世罕见。龙国走了狗屎运，觉醒一个马超，绝不可能有第2。哼，杀！杀了马超，拿下龙国全部国运！龙国死定了，上帝来了也救不了他们。我操，龙国人，这群未开化的猴子，连蛇头狼都不如的贱民，还敢与我白象国并称文明古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楚风，我要得亲眼看见你们龙国亡国！一群近亲繁殖的窝犬，废！八嘎！你等着，我
我国大军真的马超，看你还如何嚣张！今日我楚风再次一回先烈。三分天下同对，天青瑶定九州，文能安邦兴汉室。我北伐定三分，如虎一羽，功盖三国。宋庙配神庙，晚辈恭迎大汉丞相，无可孔明。光是介绍，诸葛丞相就已经超越了世界99%的历史神将。文武双全，功高盖世，这就是我龙国历史断层前的神将真容吗？八个，龙国怎么可能还有这种级别的神将？上帝，第二个 SSS 级神将，我一定是出现幻觉了。何事唤我？新蛮夷侵吞我龙国领土，九州分裂，历史蒙尘，龙国国破家亡。后世不孝子孙楚风，请丞相临世，为龙国斩将，助我重塑河山。先帝托孤，助我复兴汉室。对了1000年后，蛮夷竟敢掠我神州故土，今日吾便灭尽尔等魑魅魍魉，再造汉室。诸葛亮发动 SSS 专属力一技能，观天象，借天地，战场环境情绪改变。观今夜之天象，万物皆备于我。风来！不可能，这是什么技能？雨来！不幻雨，这是神技！倭国神将全员阵亡，倭国国运值下跌40%，龙国国运值上升160%。倭国神将全灭，恭喜龙国国运之战胜利，世界排名提升至27名。不可能，这肯定是幻觉！大我帝国3大神将，怎么可能连1招都没撑住？倭国国运战失败，汉主倭国参赛选手死刑。纳尼？不想死，不想死！归天死了！倭国的国运排名跌出了前20，我们怎么会败给区龙国？国运战斗就应该堂堂正正，饮水来攻。龙国人简直卑鄙无耻！他们靠下作的手段赢得国运之战，联邦必须制裁龙国。作为败军之犬，你们只剩狂吠了。我侥幸赢了1场，倭国可还有最强的织田将军。一个 SS 级将领也敢称最强？我龙国3S 级神将如云、孔明、马超2位先辈，也只是我龙国神将冰山一角。fuck！ 楚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放肆！龙国人，你们这是在玩火！不要逼我们开启玉碎之战！我楚风向倭国、英国、白象国9国宣战，践踏我龙国疆，侵倭国地，我要你们血战血偿！我楚风向英国、白象国、倭国9国宣战，
踏我龙国疆土者，欺我龙国人命者，血战血偿。林建国，我能不能认为楚风向9国宣战的决定是得到了你的示意？国土几乎丧尽，靠运气侥幸抽出2 SSS 神将，赢了连国战前10都没进的倭国，就敢跟9国叫嚣。林建国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你以为你们龙国还是3年前国战擂台尚未降临前的地位吗？现在的世界第一是英国，不是你们！各位总统先生，楚风这是个人行为，去龙国。小吴，住嘴！你要是敢让前线的战士流血又流泪，老子就摘了你的脑袋！首长，龙国重返世界排名来之不易，我更应该徐徐图之。徐徐图之，龙国14亿人已经等了3年，各国等着机会也等了3年，这是国战，零和博弈，你死我亡。我林建国以龙国最高首长的身份，给予楚风最高指示。我林建国愿为楚风一切言论负责，代表龙国14亿人给予他最大支持。他现在说的每一句话，都代表整个龙国。他说宣战，那就宣战；他说死战，那就死战。他要赌上整个国家，舍命陪君子，不顾性命，欢迎你们，随时整死我们。Welcome to kill us at any time。狂话！身为贱民就该认命。我们白象国可是世界第4，你们龙国也配跟我们宣战？打赢了我们英国养的一条狗，就敢对着主人呲牙？谁给你的勇气？楚风，最高指示，你的每一句话将代表龙国14亿人，你首长无条件为你任何行为兜底。现在你代表龙国最高权威。回复首长，国家信任我，我还国家朗朗乾坤。勇气，我们不配。恕我直言，在座的各位，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垃圾。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，在我耳边都是全废。好，楚风就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要我说，楚风还是太低调了。我泱泱龙国5000年历史，不说小觑天下英雄，在我龙国面前都是垃圾。你们还是太保守了，收复失地只是小目标，龙国的血战只有当他们土地高悬龙国国旗才能偿还。现在燕云16州被哪几个国家实际控制？楚风，国战规则，每次国战结束，国家就有1个月时间的免战权。你要是想休息，赵队长，我需要名单。英吉利、白象、倭国。只此一战，收复燕云16州，倭国亡国。龙国楚风申请链接国战系统，使用强制宣战权限，向英吉利、白象、倭国3方呼吁死战。正在检测龙国楚风权限，权限为龙国最高权限。龙国强制宣战权限使用成功，使用次数0，此次数将在每月1号第10小时，英吉利、白象、倭国24小时之内未接战，将自动判负。楚风，你疯了吗？龙国现在刚恢复点元气，国运值勉强达到4级国家的标准，哪怕赌上全部国运，最多召唤出11万大军。英吉利国世界第6，白象国世界第4。虽然倭国刚被击败，元气大伤，但3国一旦投入大量国运值，拉出100万大军，龙国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？士卒多寡虽能左右胜局，但不绝对。即便是10比1的人数差距，可为3S级神将足以弥补一切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翻遍白象国3000年历史，都找不出9位 SS 级神将，他们现在可是世界第4。那是他们废物。守着风平浪静的恒河，到现在都无法完成完整大一统的国度，怎能比得上4、5000年前与母星河抗争之间的龙国先辈们？我龙国 SSS 级神将如过江之鲫，随便拎出一个时代，都有9位以上的 SSS 级神将。愚蠢的龙国人，保证3国将是你们做出最错误的决定。实质上，这次一定要抽出新城殿下，让龙国尝尝我们的厉害。你们别急，此战过后，倭国灭国，我会赐予你们全体切腹自尽的荣誉。巴卡，楚风，我要向你发起决斗，不是绝不可辱！杀了他！史实上，拿回倭国的荣耀，一定要杀了他！楚风先生，国战擂台大雅之堂，何必再成口舌之物？一个连曾经奴隶国都压不住的废物国，废物绅士，连血性都没了，你装你祖母呢？fuck！ 那 F 打头的词，你应该对你旁边的那位白象国的人喊
不是他们吸了你们国家的血，你们掉不下贤武。毕竟联邦上边只有5个位置，国战擂台上5级霸主级国家也只有5个名额。好来石先生，别忘了总统先生给的任务。此战我们的任务目标是覆灭龙国。楚风先生，不用费尽心思挑拨我们和英吉利国的关系，这改变不了龙国将要被300万联军碾碎的事实。四方参赛人员已就位，龙国对战倭国，英吉利百姓，国战擂台。国战赌注，龙国燕云16州，龙国全部国运。提示：国战开始。龙国张武元年，公元211。神将卡信息包内容，信息包数字神将卡。楚风一人对3国，神将卡变成了9张。他能全部认得吗？3年，世界1000场国战，可从未有1人可在国战战场上连续召唤9位神将。第6天魔王，统一天下的信长殿下。上帝，居然是亚瑟王陛下兰斯洛特，口闻这般的最强骑士。国战规则：双方各抽取3张神将卡，各读神将真名，召唤相应历史神将领兵作战，败者丧失国力。检测神将卡。SSS 级2张，紫金色 SS 级神将卡3张，紫色 S 级神将卡3张，蓝色 A 级神将卡1张。是否指定神将卡？指定。五虎上将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、卧龙诸葛亮、凤雏庞统、汉孝怀帝刘禅、汉昭烈帝刘备、刘玄德。发生什么事了 ？Oh my god！ 天地变色！哇！9张 SSS 级神将卡还没召唤出来，就已经引发了天地异象。原来这才是我们龙国的历史底蕴。原来我们龙国曾经这么强大。抽到9张 SSS 级神将卡又怎么样？楚风上一场能完整送出2位传说级神将，已经是奇迹。9张 SSS 级神将卡。只要楚风认错1个就会死，这场胜利依然是属于我们倭国的。有一国剑阁真容而摧毁，有一国取天际英雄信，千秋尚凌然。怎么可能？9位 SSS 级神将还没召唤出来，仅凭气势就震动万民氏族。有一地雄姿英属汉，欢仁德俊起；有一地白头起家忠诚汉，史册留名千古传。汉室子孙楚风恭喜汉昭烈帝刘备，平蜀汉英豪，再赴夷陵，重塑山河。洗礼，汉室垂危，祖宗未要，众属下听令，今日随朕兴复汉室。诺。逆贼犯境辱我河山，今日汉家儿郎重临天下，当横刀立马，祭此身护国安民。遵下令，祭此身护国安民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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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才是我们龙国的英雄，我们5000年的骄傲。家子孙，龙国的脊梁，是楚风撑起了龙国的脊梁。族长，您看到了吗？14亿人等这一刻，等了整整3年。楚风召唤出9名 SSS 级神将，把我们的尊严扛回了世界之巅。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真能召唤出9位 SSS 级神将，这不是神话。龙国楚风凭什么能一下召唤出9位 SSS 级神将？可能一定是作弊。上帝，这已经不是战争了，这是神法。先祖在上，这一战，子孙要告诉全世界，龙醒着，龙国更不可辱。
720、721、722、723、724、725。吴国的杂碎竟然偷吃！我实在太饿了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偷吃了。你们都是最下贱的奴隶，只配吃最下贱的东西，偷吃这就是下贱。这里是沦陷区，人命如草芥，奴隶只配干活，不配吃饭，用苟延残喘的生命服务那些高高在上的外国人。fuck！ 你想死啊？这是龙国的神将，檄文里的神仙显灵了。龙国的父老乡亲，你们受苦了。今日先祖已至，叛其所指，山河必还。龙国还在，这都是龙国的神将，龙国的军队。我龙国还有人记得祖宗，我们不弱于任何民族。爹娘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们的神将，我们的兵要打回来了。阿谢，9位 SSS 级神将，怎么可能在一场国战里面同时出现？统御一周，影响力覆盖全球的龙国要回来了吗？这个国家，这个文明太可怕了。趁着现在还没起事，必须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。作弊，这是作弊！理解国，你必须立刻命令楚风停止战斗。联邦需要成立专门的调查组，调查楚风在国战擂台上的作弊行为。国战擂台都没判定龙国违规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林建国，你这是在破坏战略平衡！你们是要与全世界为敌吗？吴秘书长，请好，我做如下文书。是。通知楚风同志，请他听着，也请列祖列宗听着。龙国14亿人等这口气等了3年，边缘16州同胞们等龙国这面国旗再次飘舞，也等了300多个日夜。今天的他不需要管国战的规则，不要管外交的压力，大不了老子今天在这被他们弄死，老子以龙国老大的名义给他唯一指令：杀！给老子杀出个朗朗乾坤，用杂碎的血祭我龙国战旗，告慰我沦陷区冤魂。楚风，最高指示。杀！给老子杀出个朗朗乾坤，用杂碎的血祭我国旗，告慰龙国冤魂。诸位先祖，汉室子孙楚风，及龙国14亿血脉同胞，恳请先祖开战。玄德领众生令。孔明，士元，亮，领旨。行统领旨。云长、翼德、子龙、孟奇、汉生，末将在。陛下口谕，众生有令，后事有求。命你等各领2万精兵，凿穿100万敌阵，尽灭其师，扬我大汉国威。诺。相父还请下令。命你率领1万轻骑，观察战场，随时驰援。诺。中国的 SSS 级神将多有如何？3国联军总有100万，亚瑟王陛下的剑未尝不利。命运正在指引，理想乡呼唤着我。亚瑟王发动 SSS 级专属领域技能，阿瓦隆的理想乡。SSS 级神将亦有差距，亚瑟王陛下可真斩过高龙国 SSS 级神将，让亚瑟王陛下指引大不列颠的胜利。胜利终将属于我国，楚风为你愚蠢的决定付出代价吧。
雕虫小技也改成领域。请诸将军共起大汉5域，同朕宵小，扬我国威。遵命，翼德遵命，子龙遵命，孟起遵命，汉升遵命，全军杀！杀！张飞发动 SSS 级专属领域，赵云发动 SSS 级专属领域技能，关羽发动 SSS 级专属领域技能，马超发动 SSS 级专属领域技能，黄忠发动 SSS 级专属领域技能。燕人赵密都在此，取尔等狗头，助探囊取物。谢，这简直是神迹！亚瑟王的领域竟然在一瞬间就被碾碎了，一个领域就可以奠定一场国战的胜利。他们竟然一下开了5个，这才是我们国家的文明第一。正是这些前赴后继、为国而战的英雄，撑起了龙国5000年的荣耀。神将才是最屌的，龙国永不为奴。天地有会，吾一枪横扫之。这个是战争，这是屠杀！大我帝国最强的神将，竟如蝼蚁被碾死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群黄皮猴子，怎么可能这么恐怖？我3000年积累，好不容易挤进世界前5，龙国绝不能崛起。亚洲有且只能有一个主人，只能是白象国。敌军士气已丰，请陛下下令，全军攻！皇军听令，挥舞天子龙刀，随阵前压，心腹害事。这不是国战，这是单方面的屠杀。20万，整整20万大军，一瞬间就被征伐了。刘备、诸葛亮、庞统、刘禅发动 SSS 专属。封号举叩首，安天下，汉室。检测到倭国将领全员死亡，达成斩将胜利条件。倭国国运值下跌99%，龙国国运值上升120%。检测到倭国国运值低过10万，开启灭国之战权限。任何国家可对倭国发起最后一击，完成吞并。根据国战规则，国战胜利方将对败者有优先灭国资格。现在倭国全境的生死只在龙国一念之间。难道连3国联军也无法阻止龙国的再次崛起吗？倭国那群废物，简直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林建国，你以为你们赢了吗？倭国是英联邦成员国，英国的总统阁下绝不会认可你们的野蛮扩张。3国联军还有70万兵马，这场战斗我们还没有输。倭国土地，我龙国留地不留人，其他的咱们一家一半。总统阁下，每年我们倭国给英国上交的保护费可不低于1000亿联邦币。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每年这1000亿联邦币是你在英国的投资，互惠互利，怎么能说成是保护费？八嘎！每年利润你们拿90%，我们拿10%，还要我感谢你们吗？我们是上帝选你，你们能为我们服务是你们的荣幸。圣神还要回报，建国，你们过分了！你们只要想对倭国发动灭国之战，我高卢国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我再退一步，倭国灭国利润，龙国拿1/3，其他大家分，具体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。但倭国必须死，此为国仇家恨。谁要是在这项议题上投反对票，也视为对龙国的挑衅。白象国总理阁下，我们在去年可刚签署了共同防御协定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有吗？我怎么忘了？你们这是放虎归山！
我看倭国代表情绪有点失控，不如送下去休息。警卫员，你们不要后悔！不趁着现在龙国国力衰弱弄死他们，将来一个都跑不掉。嘘，警卫员，把倭国代表好好的请下去。公元2045年，继国战擂台降临后，联邦议会首次沉默于龙国之威，从此无人再敢轻言瓜分二字。铁元阵，死守到底！高文，我命令你挡住他们，挡住他们！尔等鼠辈也配欺我神州大地？看爷爷一人屠100万军！检测到英吉利国神印全灭。没有希望了。白象国的 SS 级神将被一招毙命，还有谁能挡住龙国？全军听令，延续汉室国祚，就在此刻！犯我汉室疆土者，一个不留！遵下令，杀！龙国英明16周领地变更中，恭喜龙国收复失地国，国战排名上升，世界排名提升至第9位。楚风，他不是疯子，他竟然真的改变了历史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国土回归，龙国再回世界前10。我们不是奴隶，龙国将再次走向世界之巅。楚风是英雄，他是龙国的救世主。诸位先祖，子孙楚风带14亿同胞，谢先祖护国之恩。民为万国，国为断根，是万民心念不灭，才有今日的国。后世有你，亮可安眠矣。小子，下次可再喊我老张出来！那些个外国的王八蛋，老子我还没看爽呢！一定。玄德率季汉众将护国山河，幸不辱命。后世子孙楚风，恭送诸祖。即刻起，燕云16州回归龙国，外国驻军驱逐，未得龙国批准，国外滞留者将形神俱灭。孩子们，爷爷没有骗你们。我们的祖国回来了！神将显灵，护我国土，龙国永昌！fuck， 倭国那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此次让龙国收复故土，他们要占90%的责任。现在倒好，燕云16州丢了。让我们英吉利国的世界排名掉到了世界第7，他领建国最后的嘴脸，就是对我等赤裸裸的挑衅。马后炮有什么用？让倭国给龙国发动最后一战的机会，是你们共同答应的。就你们还好意思骂倭国无能？你们百万联军被龙国9名 SSS 级神将10分钟碾成灰。林建国在联邦会议室跳脚的时候，不见你们说一句话。够了！这次召开内部会议，不是让你们互相甩锅的。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龙国绝不允许再次崛起。那个叫楚风的小子也绝不能留，只要他活着，龙国就能不断召唤神将。现在不扼杀，下个月龙国开启国战的次数重置。你们谁有信心面对一个拥有50万大军，可以在一场国战中连续召唤3位 SSS 级神将的人？可国战一旦开启，规则将禁止刺杀参赛者，而且中国现在有1个月免战权。我们无法主动宣战，那就动用世界前5的权限，开启国运死战，让他们自愿与世界为敌。检测到当前世界排名前5国家，3国提交国运死战申请，经系统审核通过，30日之内暂停所有国战申请。国运死战，乱世争霸模式正式开启。国运死战正式进入，24小时倒计时。请全球国家做好准备，未参赛国将减少90%国运值。请全球国家做好准备。英国全面动员，匈国集结大军犯边，高卢国舰艇封锁了我们唯一的出海口，
我们刚把燕云16州拿回来，这群王八蛋就迫不及待要借死战把我们挫骨扬灰。这不是战场，这是赤裸裸的围猎。一场精心策划对龙国的绞杀行动，我们一旦退散，9成的国运蒸发，各国将不计代价将我们分食。届时恐怕面对的不只是3国的100万联军，那时别说再次崛起，我们连做一条狗的资格都没有。一根筋变成了2头堵，我们别无选择。若不是国战将领导致全球武器失效，换做3年前，老子非得把炮口架在他们家门口，轰他们俩些皮的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以为就你老吕难受吗？老子现在比你更想把那些外国鬼子挫骨扬灰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商量出事情的解决办法。国运死战开启，各国在战场允许结盟、偷袭、斩首。我们情报部门动用技术手段，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纳入系统进行推算。楚风同志参与国运死战，被各国联合斩首率高达97%。如果我们置身事外，复活的概率是多少？一旦龙国不参加死战，损失90%国运值。哪怕楚风同志继续在擂台上召唤出满编 SSS 级神将阵容，面对1比100甚至1比300的基础兵力差距，龙国复国成功率只有1%，没有再加入其他变量吗？例如在国际场上合纵连横。无论是合纵连横，甚至是投降换取一时发展契机，我已经把所有的考量全部纳入了核算体系。以上数据是经过万次演算的最终结果，前5000次龙国的胜率甚至不足1%。赵议长，林首长那边可有新的指示？首长给了3段回复：第一，现龙国境内一切与国战相关事宜，以楚风同志命令为最高指示；第二，国战未开启前，举国之力护他一人；第三，若楚风战死，全国殉葬。楚先生，我很荣幸能在如此特殊时刻与您相见。不过楚先生早早给我备好凉茶，似乎不太欢迎我的拜访。既然知道还舔着脸过来，不招待你们，倒显得我们没有容人之量了。楚先生说笑，如今英国如日中天，总统先生派我过来，我也得遵循命令，不然仕途就到头了。你们别想了，此事是国仇家恨，楚风是不可能接受你们的条件，退赛的。小姑娘，谁说我是来劝楚先生退赛的？我只是来给你们争取一个活命的机会。说吧，你们开什么价？一，若楚先生今后愿放弃参战，英国在10年内愿提供10万亿联邦币援助。继续，这个价码不够。第二，您本人将获得联邦5大国颁发的世界和平大使称号，终身受到5大国庇护，可在全球自由居住，资产不受审查。龙国都没了，10万亿联邦援助更是无稽之谈。世界和平大使只不过虚名，又有什么用？因为考虑到您说的这点，所以才会有第3个好处。只要您点头，联邦5大国包括以英国为主导的 G7 军将承认燕云16州归属英国。毕竟燕云16州只占龙国土地不到2%的大义，况且这是基于理性的选择。即便楚先生在死战中胜率的几率不到3%，但3%的风险足够我们开出这个价码。所以你们怕了？毕竟一个国家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第一，在绝境之地还能出现楚先生这位往狂澜之极道的人杰，你们的民族韧性跟文明底蕴实在让各国坐立难安。恭维我接受了，可这价钱虽高，可还没达到我的心理价位。楚风，你不能答应，他们这群外国人嘴里没一句真话。今天答应你的，说不定明天就反悔了。楚风，楚先生是个识时务的人，对价格不满意还能再谈。我决定不了，就去跟总统先生申请。第一，龙国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寸不能少。第二，伤害过我龙国14亿民众的每一个人都要被判死刑。第三，我要效仿你们9国做事，你们9国哪怕一个蚂蚁，也要对我龙国永生永世为奴效忠。fuck， 楚先生，你真以为你一己之力就能对抗全世界？你以为不能吗？你以为14亿人的根
用一点微薄的利益就能让我低头？楚风，以为你能活着走出死战擂台？我龙国人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倒计时结束之前给你开的条件依然有效，如果过了这个时间点，价钱就不是这个价钱了。回去告诉你们总统，你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5个小时后，死战开启，你们的名字会在失败者名单里被一个接一个的抹去。楚风，我们真的能赢吗？我们能输吗？不能。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。我只知道，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，我不能输，也输不起。燕云16州的民众为我立庙，14亿人民日夜祈祷。我知道我担了多大的责任，我只有一条路。赵队长，楚风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吗？如果我是他，可能真的会忍不住答应英国的条件。那你不是他，也不懂他，你可知龙国为何会受到诸国针对？因为龙国总会出现如楚风一样的人，哪怕看不见任何希望，依然前仆后继，为理想奋斗终生。哪个美女又在想我？不对，不会是国外那帮大傻逼用古法在华轩就诅咒我吧？操！我就没给好脸色，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啊？国运死战为诸国乱斗，与普通国战擂台的规则不同。参赛国上限为108，死战开启，所有参赛国代表将会被传送到独立于现实的投影战场，进行一场为期30天的王朝争霸。投影战场被称作神州古域，共有108座城池，有9大都城、36州城与63边城。城池分布则是根据现在世界排名进行分配的，世界前9享有都城属地，而龙国的排名正好是世界第9。难怪楚风要在国战第2场一举宣战3国，连这都被他算到了吗？赵队长，何事？国战开始，你强行介入战场，我还有点不服。现在我完全服了，1步3算，我不如你。一座都城最多可容纳10万兵马，3位神将；一座州城最多可容纳5万兵马，2位神将；边城最多可容纳2万兵马，1位神将。都城每日可额外增兵1万，州城可额外增兵5000，边城可额外增兵2000。神州古域激励战争，所有国家初始神将卡多为1张。占领州城可额外获得2张神将卡，占领边城可额外获得1张神将卡。初30日结束之后，判定排名胜利，还有3种额外胜利条件：一、控制9大都城3天；二、赛程过半，战场内兵力与神将数量是第2名的3倍；三、消灭所有敌对势力主城，独霸108城。楚风同志，我不得不说一句泼凉水的话。经过情报部门的精密计算，这场国战龙国的胜率不到3%。经过20个小时的会议讨论，此战最好的结果不是胜利，而是保持有生力量不灭。楚风同志，你是龙国的唯一的希望，一旦参战，请你务必保全自己的性命。组织上对您的唯一要求就是活下去，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。一旦进入战场，龙国面对的就是1比107。英国在1个小时前开出价码，谁要是在国战战场对你斩首成功，将获得 G7 联盟给予的8亿国运值。8亿国运值，保送世界前10，这个价格，连我都忍不住想把自己的项上人头送给英国了。任何国家或个人若能在死战战场内斩首楚风，除了开头允诺的8亿国运值奖励，我再许诺内国将额外拥有龙国1/10的沦血区领土及20万亿联邦币武器贷款，成本由 G7 集团共担。检测到诸国斩首协议，当前全球已有107国签署狩猎公约。系统判定协议生效。7国共同签署。楚风，全球都在盯着你的脑袋，这哪里是比赛，这分明就是针对我为杀。
楚先生，总统先生通知我给您打这最后一通电话。总统先生说，在比赛开始前给您开的条件依然有效，并且愿意许诺给您一个英国参议院的席位。您何必为一个注定失败的国家殉葬？以前我听过一个段子，世上99%的东西都能用钱买到，不同意就是钱不够。国运死战即将开始，所有参赛者即将被传送至神州古域。可尊严、脊梁，一个龙国人宁死不跪的魂，岂是用钱能衡量的？此战过后，我要在无一人敢弃我华夏。国运死战开启，地址神州古域，地图征服门族，你已获得初始属地中州都城长安，初始兵力1万，初始天价1张，每日增兵加1万。英国宣告与其他106国速级神圣联系，讨伐都城长安。白象国宣告悬赏楚风首级，将额外付出2亿国运值，将悬赏金额提升至9亿9999万上限值。埃及国成功召唤 SSS 级神将法老王图坦卡。开启。所有城镇的名字都是一个族的历史，极富盛。英国是13朝古都长安，英国则是罗马、匈奴、叶卡捷琳娜女王、英吉利、亚瑟国、英国、凯撒大帝、白象国、阿育王、希腊、斯巴达、埃及、法老王图坦卡蒙、泡菜国、李顺臣、高卢、拿破仑一世。除长安外，其他8座都城分布于神州8方，他们与长安的距离大概是400里路，哪怕是急行军，也大约需要3日的脚程，加上多国队伍整编所需要的时间，大约需要4至5天的时间，才能对长安发动总攻。也就是说，留给我的时间只有5天，甚至不足5。眼下我绝不能坐以待毙，只有转守为攻，才有一条生路。而打进攻，我需要一位名传千古的灭国大将。丁检测到神将卡 SSS 级神将廉颇，是否指定神将卡？廉颇虽为 SSS 级神将，优势却在于守城，而非攻城拔寨。同时，但有一神将远比廉颇更加合适，指定列列环环，实为武安，每战必胜，每攻必克。晚辈主封恭请，杀神白起出世。白起不愧是龙国5000年来公认的杀神祖宗，这股恐怖的煞气，恐怕能吓倒万军。龙国成功召唤 SSS 级神将杀神白起。果然，楚风又召唤出了 SSS 级神将。fuck， 这是第12次，楚风召唤12次神将，12次都是 SSS 级神将，为什么国战系统还没有判定楚风作弊？小子，5000年了，你是我死后第一个敢直视我的后辈。请白左助我，助龙国14亿同胞，杀到天地变色，杀到诸国胆寒，杀到龙国无人敢欺，无人可欺。上斩首100万，毁灭降族40万，天下人唤我人屠，世人憎我，为我，无数人恨不得把我扒皮抽骨，我凭什么帮你？平宁是大兴武安君，平宁曾入武庙，享受万民万世供奉。平宁为华夏一统，是山河统一，功不可没。今日，请您为龙国故土，为百姓再杀一次。王令，谢罪，罚韩魏，破赵军，兵秦破城70余座，皆为山河一统。如今外敌未灭，边患未除，你要杀我？何罪于天，而致此哉？
若有来世，求封侯拜相，不求青史留名，愿山河一统，斩尽一切敌。杀谁？报告战帅，此次走水路经缓江，不到2日就会直达长安东城，此速度已经是8国中最快的了。8国最快可不够，让船手日夜兼程，给予500人的死亡名额，必须趁着其他国的空窗期迅速到达长安，否则等其他强国到了，希腊还怎么争抢长安周边州城的指挥权？1天半之内到达长安，3天之内破长安城，斩首处封，10亿的国运值足以让我希腊国跃居全球第2。所有舰队日夜兼程，全速前进。是。什么？放弃长安城？如果我是敌方将领，要做到拖住龙国以待援军，必然会全速向长安进军。而你将龙国大军困死在长安，倘若按照楚小子你说的，你可以召唤指定神将，唤出我龙国5000年的英雄豪杰，眼下放弃长安城，打速胜歼灭战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如我这级别的神将，基本都能做到万人敌。拿下1州城，你就有2次再召唤神将的机会。3天之内，以泡菜国州城为起点，放弃长安，先让东方一统。到时百位传奇神像旗帜，未必不能横扫天下。一统半旗，外国谁可言不败？李将军，您可是泡菜国的最强英雄，就那龙国楚风，连抽出12张 SSS 级神将，依我看都不如您。这龙国楚风苟延残喘，他们不过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。风静冷绝，不动，此地不宜久留，立即令全军警备，缓慢后退。李将军，怕什么？龙国就1座都城，1万兵马，不龟缩着多活几天，主动出击那不找死？他们要真敢出来，正好让他们尝尝我泡菜国最强大将的威力。万人国下，无斥候开路，主帅狂悖无知，无视手下大将。快撤！李将军保护我，你一定得保护我！我要是死了，泡菜国就完了。来不及了，这是必杀之局，全军向主帅靠近，有命护送主帅回城。能跑得掉吗？李将军救我！救我！想死吗？这是何等恐怖的杀气！楚风大人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不要杀我，我可以投降，汉城归您，只要饶我一命，泡菜国所有的资源都是您的。杀了你，你的资源照样是我的。李将军，您是英雄，你说句话呀，他们一定会给面子。求您为我求个情。为国而死，无怨无悔，但你不配为我国战帅，请阁下赐我一个痛快。通知：汉城战帅死亡，泡菜国神将死亡，泡菜国全军覆灭。通知：龙国战帅已进入汉城，汉城改弦易辙，属地归属变更龙国。怎么可能？2个小时不到，泡菜国竟被灭了！竟然是一座孤城！让斥候监视4周，全军提高警惕，是龙国人突然袭击，不相信他们连都城都能放弃。我听说龙国人总喜欢搞一些阴谋诡计，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垂死挣扎。通知：汉城龙国国旗升起，山河易主，龙国成就达成，首个歼灭敌国势力，完成第1滴血成就。奖励随机实战卡1。什么？
泡菜国被灭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可是全球排名前20的泡菜国，哪怕正面拼杀，他们怎么可能连2个小时都没撑住？怕什么？他们这只是垂死反复，想在死前再捞一笔。现在我们3军合力，龙国未必能在24小时之内把我们全部杀光。龙国召唤 SSS 级神将张飞，龙国召唤 SSS 级神将信，龙国召唤 SSS 级神将吕布。我是这个世界的梦魇。国旗升起，山河易主。提示：达成第1滴血成就，奖励神将卡1张。提示：满足占领条件，成功占领州城汉城，奖励神将卡2张。这就是神将卡，能让死人再现世间，果然是夺天地之造化的东西。小子，召唤吧！算上咱们路途耽误的时间，现在3国应该进入长安了。主动将敌人接困于孤城中，恐怕他们也想不到我们能杀回去吧。丁，检测到 S 级神将卡2张 ，SS 级神将卡1张。宿主是否指定？指定西乡侯张飞，楚霸王项羽，鬼神吕布，看如两虎，笑如风，飞熊震苍穹，号万万灵敌。沉舟巨鹿秦秦洛，跃马烹城逐汉龙。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饮干照夜白如雪，义气当先敌胆寒。化血如龙舞云间，天下英雄皆胆丧。晚辈恭请西乡侯张飞。楚霸王项羽，神吕布。龙国召唤 SSS 级神将张飞，龙国召唤 SSS 级神将项羽，龙国召唤 SSS 级神将吕布。一个小娃娃果然没有誓约，又把爷爷我从阎王那儿喊了出来。说吧，这次杀谁？报告战帅，前方斥候来报，汉城已被龙国弃守，有大将率领1万大军朝西北方赶去。西北方是风车国的州城，龙国人难道想趁着风车国空虚提前占领？你们到底想干嘛？这都城不要，不断去占领州城，已经召唤出4位 SSS 级神将了。难道他还想召唤出第5位、第6位 SSS 级神将？光占领城池可没用，除是神将尚在，除非在城池待满24小时满足条件，才能判定占领成功。他要是愿意待24小时，我们第一波10万援军就能旗帜长安，到时候楚方就是望族鸡。什么事？战帅，大事不好了，龙国人打过来了！4人4马，总共加起来10个活物都没有，这就是你说的打过来了？三祖，他们好像看不起我们。看不起我们？爷爷我一人就能屠了他们？狗日的3姓家奴！你敢跟爷爷我抢先登之功？尔等蝼蚁，输气！吕布发动 SSS 级神将真是可怕，魔术。这就是龙国的 SSS 级神将。师姐，绝不能让他靠近成龙，杀了他！CSS 级神将怎么能这么强啊？
今天速城墙，简直跟做梦一样。今日龙国千古人情，宣判袋鼠、风车、沙漠你等死刑。通知袋鼠国、风车国、沙漠国战帅死亡，神将死亡，全军覆灭。袋鼠国、风车国、沙漠国3州城改弦易辙，将立此。